少奶奶，还是你最好，所有人都走了，就你回来了。我去看看娘。娘，夫人，夫人，娘，我刚刚才知道，这是怎么了？冤啊，冤呐！老爷是怎么死的？说是在牢里暴病而亡。老爷身子一向健壮，怎么会突然得病呢？那老爷的后事怎么说呀？都办完了。这么快？二爷说，老爷死得不明不白，不依铺张，就悄悄办了。少奶奶，春心儿，少奶奶，你可算回来了！家里的这些丫鬟、小厮，有良心的都偷偷跑了，没良心的把家里能卷的都卷走，也跑了，就吴平屋里这几个一直守着。少奶奶，我们一直等着你回来呢。少奶奶，你不走了吧？老爷从前说的都是气话，你就别走了吧，啊！可是我，你看看现在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你看夫人都病成这个样子，需要一个人坐镇。夫人，杨知焕特来辞行。这帮没良心的，老爷在的时候没少挣钱，老爷不在了，一个二个都来辞职，带我去骂。莲儿，算了，他也是九死一生。我去问问。杨管家，少奶奶，你也要走啊？按理说，老总家不在了，我更应该留下来坚守。但是，我今年50了，遭此大难，我实在是心灰意冷，只想回乡，过2天清静的日子。还望少奶奶见谅。杨管家，我走的时候这一切都还好好的，怎么这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少奶奶，你还记得沈月笙吗？就是那个死在东院药材库房的沈家大少爷。沈月笙死后啊，我和老爷在库房里发现了一袋血结，却是染色的松香假冒。当时钦差大臣马上就要来到，老爷命我赶紧把这袋假血结藏起来。谁知道这袋假血结后来却成了老爷弄虚作假的铁证。那这袋假血结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我和老爷猜测呀，也许是沈月笙准备栽赃东院，但是沈月笙又死得蹊跷，此事啊，后来就没有结果。这一袋假血结就能定罪？还有胡志存的证词，和胡家有什么关系？当时啊，为了熬制金疮膏药，老爷啊特地从古月药材行进了一批血结，而这袋假血结
就装在古月药材行的袋子里啊。那就是胡家作假呀！但是胡志存却血口喷人，说是老爷指使他用松香替代血节的。老爷指使的，这怎么可能？是啊，我从16岁就进东院，从学徒干起，我敢拿性命保证，坑蒙拐骗、营私舞弊这些事啊，老爷是一件都没做过。杨管家，你们应该给老爷作证啊！少奶奶，就算是这样，我也没说过亏心话。可是佟掌柜的，老爷从来都没亏待过他，可他也帮着胡志存作证。少奶奶，少奶奶，你要去哪？升堂，升堂。何人击鼓鸣冤？是你？民妇周莹加盟其冤，请赵大人主持公道。你可知道，击鼓鸣冤之后要持20杀威棍才能受礼？知道。那还敢擅自击鼓？民妇宁可挨打，也要上报冤情。你可想好了？这20杀威棍下去，寻常汉子都经受不起。如果不能为吴家东院洗冤，民妇心中之痛远超20杀威棒。你说的可是吴家东院的军需案？是。吴卫文弄虚作假，谋取暴利，已是铁证如山。吴卫文生前将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当初东院讨论订单，我提议用效果稍弱的杜鹃花叶子代替血解，都被他臭骂一顿。他怎么还会用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代替血解？可吴卫文本人已经签字画押，那一定是屈打成招。吴卫文指使杨之焕隐匿证据，又当如何解释？当时情非得已，才做此权宜之计。胡志存也曾亲自供认，吴卫文亲自指使他用松香替换了血节，作何解释？胡志存那是存心陷害。仁寿堂的佟掌柜也曾供认，是吴卫文指使胡志存以假充真，那是刑讯逼供。放肆！赵大人，你去看看杨管家的手就知道了。周莹，我告诉你，吴卫文就算不死，等待他的也是极刑。现在只是罚没部分家产，吴家东院所有人等都被释放，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你还想作甚？难道你想要正式被流放，想要吴氏家族的人受牵连，想要吴家东院连家宅都不保？周莹，本官看在你曾经亲自赈灾的份上，不追究你擅自击鼓，但军需案已经了结。如若你再轻举妄动，下次定不轻饶。退堂！赵大人，哎，我还没说完呢，放开我！赵大人，赵大人，放开我！放开我！你们。王世军，跟我来。去哪儿啊？王世军，哎，你这干嘛呀？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冲动，行不行啊？哎，你把我拉来这儿干嘛呀？有人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什么呀？
是一堂大印，是老爷让我交给你的。老爷？老爷不是死了吗？那天把你撵走之后，老爷找到了我，把这个大印交给我，并叮嘱，在金须案彻底了结之后，如果他还活着，就把大印还给他；如果他不在了，就把大印交给你。老爷还让我去大少爷的墓那儿等你，说你一定会去那儿。高陵那小院儿也是老爷安排的。这1个月以来，你和四叔的一切用度，也都是老爷让我置办。记着马上给我滚！滚！一刻都不要留！滚！老爷撵我走，其实是做给外人看的。我想应该是的。他预见到了这个案子可能凶险无比，所以将我赶出东院。万一株连9族，至少我可以被排除在外。他对我这么无情，其实是在保护我。他要保护的不只是你，还有谁？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什么？我有孩子了？吴平，我们有孩子了。吴平，我们有孩子了。老爷，你死得好冤呐！真的死得好冤啊！老爷，你死得好冤啊！好冤！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谁掌有这市一堂的大印，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统领东西南中4院。啊？大当家，不行，这怎么行啊？老爷正是这个意思。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个能耐？再说了，这2叔、3叔、4叔，他们也不会听我的呀。老爷既然把这大印交给你，就自有他的道理。至于2爷、3爷、4爷，你有这市一堂大印在手，不怕他们不听话。啊？真的死得很冤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爷？爹，我回来了。既然你把市一堂大印传给我，那我就认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但是行我要上，不行我也要上。为了你的信任，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你说什么？娘，东院有后了。真的吗？老爷听到了吗？老爷，老爷听到了吗？
家东院有后了，真是父心中的万幸啊！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好，爹，我不是灾星。我知道，我走南闯北那么多年，我心里有数。爹，张妈，爹，我准备要回吴家东院。东院现在什么都没了，唯一能撑的人就是我了。如果我走了，东院就彻底败了。吴聘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瞑目的。吴为文临终前把这个交给了我，他让我来做吴家的大当家。你，做吴家大当家，怎么可能啊？就冲着这份信任，我也不能走了。你傻呀！你真做了那什么吴家大当家，那就陷在这里了，再也走不掉了。爹，我已经走不了。为什么？我肚子里有孩子了。啊？哎呦！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让他接管吴家东院，重振吴家东院。将来，我还要把这世仪堂的大印传给他。爹，你也留下来，别走了。我留下来，陪你一块儿守寡呀？休想！我要是留下来啊，那也是为了陪我外孙子。爹，你一定是个好外公。真的假的？看不出来啊。真的。真的咋会在你手里？是老爷传给我的。我大哥不是把你都撵出去了吗？还会把印传给你？爹当时撵我走，其实是为了保护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孩子是吴聘的？哎，老三，这大的事情我是要问清楚吗？是大哥亲手传给你的？是老爷亲手将这印给我的，嘱我在风平浪静之后，把这个大印亲自交给少奶奶。
东院这么多人，为什么让你转交呢？爹当时不知道军需院会如何结案，他怕所头之人也被牵连，而王世军只是学徒，不算是东院的人，与我又是旧识，人也老成，于是选了他。啊，这倒像大哥做事。几位叔叔不会再怀疑了吧？那你想怎么样呢？按照吴家的规矩，这世仪堂传到谁手上，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所以我想，想都别想。我们吴家人就是死光了，也轮不着一个女人来做大当家的吧？四叔，你是不认这方世仪堂大印吗？印我认呢，但你这个人我不认。我这个人怎么了？难道我不是吴家东院的儿媳妇？你怎么进的吴家东院，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祸害了吴家东院也就算了，但是我们中院绝不让你祸害。二哥、三哥，你们怎么想我不管，但如果这个女人做了大当家的，我们中院第一个不服。告辞了。二叔，三叔，你们说句话。这几十年来，吴家的大当家都是德才兼备的人物。周莹啊，以你现在的资格、能耐，就算有世仪堂大印在手，恐怕也难服众。那二叔的意思是啊？我的意思啊，缓缓再说吧。啊，哦，对了，周莹，最近西院的生意特别忙，我就先走一步了。以后呢，如果没什么大事儿，今后我就不来柳川厅了啊。侄媳妇儿，你也别难过。就算二叔、三叔愿意认你，也没用。为什么？以前大哥在的时候，吴家四院能拧成一股绳。现在大哥死了，吴家四院都树倒猢狲散了。这世仪堂的大印，也就是一块破石头。怎么会这样？你们东院好自为之吧。啊。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所有的字据契约，哪怕双方都签字画押，都不能算，必须得盖上这世仪堂的大印才能生效。你还记得吗？老爷在把你赶出家门之前，他同样和二爷、三爷、四爷也断绝了关系。老爷是在用同样的办法保护他那3个兄弟。他同时还宣布，所有布匹生意的客商归二爷，把3元典当行70%的股份转让给了三爷，还要把四爷欠东院所有的银子都给免了。他还亲笔写了字据，但并没有盖上这世仪堂大印。那也就是说，那些客商、股份还有银子，还都是东院的。是的。如果有这3样东西，那东院以后的生计就不愁了。以前老爷在的时候，这3个人恨不能把东院的门槛都踏平。
现在老爷尸骨未寒，他们就翻脸不认人，哪有这样的亲兄弟？亲兄弟也有自己的算计，他们一是怕被老爷的案子牵连，二是怕被我们拖累，所以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人情不讲也就算了，连祖宗的规矩都不要。娘，这就是世态炎凉，我可见多了。老爷呀，你把这11堂的大印交给我们，也没有用啊。谁说没用？我看他能当正职，要来了小偷，还能当砖头，还能垫桌子呢，还能要债。吴家的大当家我可以不当，但是东院的银子我必须得要回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一直没跟我说啊？刘小红告诉我，之前的会展中心是要给我们退定金的，结果你姐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就变卦了。这次要不是思雨帮咱们可能连这一关都过不了。所以我猜测，你姐看咱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了，就想办法弄到咱们现在的文案，提前一步把咱们的场馆都定下来了。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这些都是你的假设。你能拿出我姐跟会展中心的电话录音吗？你能证明我姐跟这次预定的4家场馆有关系吗？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团队凝聚力，而不是互相猜疑。那我们总不能任由这个内鬼继续为所欲为下去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姐为了阻挠我会把事做得这么绝。况且这只是你的假设。可是没有可是，这件事就此打住，以后不用再提了。OK， 行走了一天，吃点东西吧。叔叔好。来了。印章呢？啊，等一下。我按照你的要求，跟那4个场馆都签订了合同，你看看。不用了，叔叔，我相信你。这里有一些钱，你先拿着用。后面可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忙。好，只要能报复欧长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小哲，你等一下，坐下。叔有一件事儿想问你。你说。你也跟欧长林有仇啊？没有啊。那你这是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吧，叔叔，欧氏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小瑞他功不可没。但是欧长林眼里只有欧阳，他把小瑞当一枚棋子，而且是用完就丢的棋子，只是因为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爱小瑞，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瑞为欧氏打下的天下就这样被欧长林随随便便地交到他那个废物儿子手上。叔叔，当小瑞当上欧氏董事长的那天，我就可以跟他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你也可以跟他父女相认。所以您只需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我还有事儿。这个不会被查到吗？万一要是被我爸发现了，就麻烦了。放心吧，
这4家公司的底都很干净，就算是欧阳查到我们头上，他也没有证据。我们呢，顶多就是损失这4家场馆的定金费用而已。只要能够阻止欧阳顺利办好这次活动，我觉得花点钱是值得的。哎呀，我差点给忘了，明天小黎叔的新酒店开业，你可千万别忘了去啊！你订几个花篮送过去吧，大点的啊，我就不过去了。小黎叔的酒店开业你都不去，这不太好吧？我现在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大姐。我觉得这个内鬼还得查，坚决不能让他为所欲为。打住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看吃东西。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们乐多港万豪酒店经过2年的改造和1年的试运营之后，于今天正式营业。改造之后的房屋面积比之前增加了20%，房屋的所有设备全部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我们酒店现在有2家中餐厅，1家法餐厅，1家西班牙餐厅，还有1家意大利餐厅。今年年底还有2家最顶级的日料餐厅将会进驻到我们酒店。诸位今天品尝到的甜点，就是我们法餐厅的行政总厨，曾经获得过法国蓝带勋章的布鲁诺先生亲自为大家制作，大家一会儿可以尽情品尝。最后，我代表我个人，还有酒店的全体员工，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深切的感谢，谢谢你们。大家请慢用。好吃吗？小黎叔，有道。吃到脸上了，擦擦。谢谢小黎叔。欧阳呢？对啊，欧阳呢？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看到他。欧阳有事他脱不开身，特意派我来的。李总，看来你所谓的最好的哥们儿，对你的事情似乎也没有那么上心吧？这么重要的活动都不亲自出席，竟然派一个秘书来。不是，小黎叔，你千万不要误会。欧阳负责的项目现在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现在正在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寻找应对措施。他真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才不能来的。哦。之前不还信誓旦旦的说能做出一个多么完美的发布会吗？我可是很期待的，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我有事先走了。小黎叔，你不会生他的气吧？我当然不会生他的气了。这样，你继续在这享受美食，我出去办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陪你，好吗？好。小瑞，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你和欧阳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有些话呢，作为一个外人来说，本不应该多说。但是我了解欧阳，他有的时候喜欢争强好胜，但内心其实是个孩子。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而且我觉得，对于你们公司的事情，
他其实不愿意过多的插手的。李东，我劝你对我们家的事情最好不要妄下定论。你不是我，你不会知道我的感受。走了。场地的问题我们也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准备，每个人都要按照之前所部署的内容去执行。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所以不能有任何差池。场地解决了，解决了。我们选在了哪儿？不会吧？他们如果真的把地点定在万国会议中心，那我想欧阳大概是疯了。你是不是疯了？这个场地在第一轮备选的时候就已经被淘汰掉了。那又怎么样？目前来看，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你简直就是自暴自弃！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合适，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万国会议中心是今年才落成的项目，内部配套设施还不完善，最重要的是室内还残留着大量的装修气味。本来这个项目是要到明年中旬才能对外开放的，但是投资方为了赶上今年的会议高峰，现在就强行对外开放。不光气味大，通风设备不好，各方面的设施也不完善，就连那个停车场也就只建了一半，而且周边的那个交通也根本就不方便。这个会议中心的位置离市区很远，但是离新机场只有大概15公里左右的直线距离，所以从市区到会议中心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走机场高速。但是会议召开期间正逢本市的旅游旺季，机场高速会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还得再确认一下。场馆本身配套的酒店根本就没有投入使用，而且场馆附近也没有大型跟高端的酒店。咱们这次邀请的都是各省1级的代表，你让他们住在哪儿？好，就算咱们可以让他住在市中心的酒店，那万一在高速路上堵车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你到底有没有考虑？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么多了，我目前能考虑的只有周期、成本和活动效果。万国会议中心方面已经给了我明确的肯定，而且他们会提供最好的场馆给我们使用。在价格上，他们还在会优惠20个点，我们可以把这些省下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这次展会的布展当中。就是因为存在这么多问题，所以他才会给你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欧阳，之前是你当着那么多领导高层的面，信誓旦旦地说你要做一个多么完美的发布会，如果搞砸了，你就不会再踏入欧式半步。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不记得吗？林美雅，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很好。时间紧迫，散会。等一下，我想问问你们大家，真的觉得这个场馆没有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你们真的觉得这个场地适合开发布会吗？林美雅，适可而止。散会。我走，走。喝点什么吗？不用了。好，那说说吧。
欧总，看来小欧总确实要把活动定到万国会议中心，而且他和林美雅刚刚还因为这个事吵了一架。具体定在会议中心的哪块场地？这个小欧总没说。你们都不知道具体是哪块场地，怎么测量和布展？小欧总的意思是先让场地方面提供数据，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进行设计和制作。我知道了，谢谢。还有事吗？欧总，明年集团外派英国的工作，我已经推荐你去了。好，谢谢欧总，谢谢欧总，你先忙，我先走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万国会议中心根本就不合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帮我约4点钟到医院拆支具。欧阳，你到底怎么了？又不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可以再去找其他的场地啊。拆完支具，我会去俱乐部做复健，你可以提前下班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呀。欧阳以前那么看重场地勘察，为什么这次连区域都不让他们知道？可能因为经历过之前的事情，他多少会有些防备吧。你不觉得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吗？先静观其变吧。你还在恢复期，别太用力。林美雅呢？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刚才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驳你。可是拜托你，能不能再认认真真的考虑考虑？如果发布会真的在那儿举行，那我们之前付出的一切就真的都白费了。欧阳，你能不能认真的再考虑一下？你疯了！我之前答应过你，要帮你把发布会做好，所以我现在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就这样放弃。我知道一个地方，绝对合适。你来干嘛？从你把我困在这儿洗盘子那天开始，你就不是我哥了。哇，这话说的够绝情的。嗯，好吧，那我就以老板的身份表扬一下李薇薇员工，口头点赞一次，好吗？光口头表扬就完了，就没有新包或者新衣服这样的物质奖励吗？哥，哎，我有洁癖的。我都好久没摸过新包、穿过新衣服了。我喜欢的那些牌子全都上新了，我怎么能允许自己还穿上一季的衣服呢？
这会知道叫哥哥了。刚才谁那么大义凛然的啊？想买新衣服了？好啊，自己挣钱买呀，把盘子都刷完了，钱就挣到了。有个道理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告诉你，李薇薇，如果你脑子里成天再想这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我就让你在这洗一辈子盘子。好吧。看在你最近表现非常好的份上，今天我开个恩，提早1个小时，让你早点下班回去休息。剩下的盘子，我来帮你洗。真的呀？那衣服的事儿呢？继续。没有衣服，刚才是个幻觉。谢谢哥。小黎叔新酒店宴会厅的大小，正好符合咱们之前提出的要求。冷餐会可以设在宴会厅门外的草坪上。来宾看完发布会以后，只需要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冷餐会的现场。而且外省的来宾还可以住在小黎叔的新酒店。酒店不仅位置好，而且还有充足的停车位。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你觉得呢？不错。真的？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小黎叔，我去跟他谈一下。太迟了，万国会议中心的全款我已经付完了。你把全款付了？没关系，我去想办法，我想办法让他们退回来。实在不行，我就去找思雨，让他再帮我们一次。思雨帮我们一次是情分，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那我就去拜托小黎叔，我让他帮咱们想办法。你们俩关系那么好，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优惠的价格。刨去场地、人员、布展、餐饮，已经所剩无几了。私人关系再好，他也是个生意人，我不能这么做。你接受现实吧。我不接受，我现在就去找小黎叔，一定可以想到办法的。炝拌土豆丝儿。我亲自为你下的厨，您老人家是一口都不吃啊？对不起啊，小李叔，我实在是吃不下东西。再大的事情，不要吃饭，自己的身体最重要。OK？ 我求你了，小李叔，你真的别逼我了，我真的吃不下东西了。你求我也没有用，菜都炒了。好歹得尝一口，你不尝我不说。我吃。好吃吗？好吃。我吃。你说吧。关于你的请求，你愿不愿意听一下我的建议呢？我想。发布会的现场。你能想到定在我的酒店，难道欧阳他会想不到吗？但是最终欧阳选择了万国，不管这个发布会是成功还是失败，欧阳都必须要承担这个结果。作为朋友，我尊重他的选择。可是欧阳现在根本承担不了这个结果，有任何差池，他都要以彻底离开欧氏作为代价。我之前答应过他。要帮他把发布会做成做好，我答应过他要帮他证明他自己。小黎叔，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一次你能不能帮他一回？正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才不能帮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欧阳真的需要我帮助，他为什么不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是他的好兄弟，只要他一个电话，我一定会排除万难，不计成本的去帮他。可是他并没有。这就好比他打拳，明知道最终的结果会输，
哪怕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也绝对不会跪地求饶，明白？我不明白，这件事跟打拳有什么关系？我更不明白，欧阳他到底怎么了？他之前还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不是一个弱者，结果一转天，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总觉得欧阳像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一样，变得怪怪的。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小丽说：“你就劝劝他，你说了他一定会听。拜托了，小丽说，你这次你一定要劝劝他，拜托。”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为一件事情这么的伤心，这么的着急呢。你喜欢上他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没有，他是我老板，他要失业了，那我不就失业了？而且之前我答应他继续留在欧氏做他的秘书，就是为了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和他没什么。现在我就这么走了，我传出去多丢人啊！真的吗？嗯。那如果是这样，你完全大可不必担心。你失业了，我这欢迎你。真的吗？谢谢你，小黎叔。小黎叔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好了，欧阳的事情，我会非常郑重的考虑一下。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说到做到。小黎叔，你最好了，感谢。如果要感谢我，那就把我做的饭吃完了。当然。这个好吃吗？好看。再尝尝这个。王爷爷，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啊？我爸呢？出去了。那他说他去哪儿了吗？不知道。那您吃饭了吗？没。得嘞，那我给您做饭去。吴警官，林先生，哎，来，坐，是不是有消息了？是有消息了，不过啊，人家压根儿就没在国内。那他们在哪儿啊？这个杜小月、杜若楠母女俩啊，去年10月份啊就报了一个泰国7日游旅行团，结果中途2个人就不见了。不见了？是啊，当时失踪的不止他们2个人，还一个男的叫苏子杰。这个苏子杰呢，户籍所在地啊，跟杜小月、杜若楠母女俩都是一起的，都是同一个辖区的。而且之前绑架您女儿的绑匪也证实了，这个苏子杰和杜若楠是朋友，所以我就怀疑啊，他们很有可能是为了躲债，直接黑在泰国。那他们是在国外什么城市失踪的呀？曼谷。
话不打拳了吗？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又来这儿了呢？我就看看，我又没说我要上。说好了就看看啊。爸啊，你找什么呢？银行卡我放哪儿了？怎么找不着了我？你银行卡不是在相框后面吗？啊？那还是我亲自放的。上回你自己说，你说你怕你记不住密码，把密码写卡上了，然后你自己又担心小偷把卡偷走了，你就藏在后面了。哎呀，这要不是你告诉我啊，我这找一天我都找不着。爸，你找银行卡干嘛呀？嗨，我不就是这想不起来放哪儿了，所以我去找找嘛。哎呀，这人上了岁数可真是不行了。要不这样吧，你把大排档关了，以后我挣钱养家怎么样？哎，那可不行啊，我可不能拖累你。这事我可想好了，我呀干一天算一天，真要是干不动了，我就把这房子留给你，我呀搬到养老院去住。哎，那里有护工、医生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再一会儿这些老头老太太在一起打打麻将、聊聊天，多好啊！一点也不好，我才不会把你送养老院去。这你就是想不通。你看，哎，我跟你说啊，这张卡留给你结婚用的，这张卡留给我去养老院用的啊。你怎么还提养老院？你要再提养老院，我跟你急了。哎，行，不提了。如月，这个小雅，你说这个出国他都需要办什么手续啊？啊？怎么了，爸？你想出国啊？怎么了？你老爸我不能出国呀？我这活了这么大半辈子了，我连国都没出过，多冤枉呀！我趁着这腿脚利索的时候，我出国走走啊！哎，对了，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叫来他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啊！爸，你怎么了？啊！恭喜你啊，你终于想明白了。啊！那你想去哪儿啊，爸？我推荐你去欧洲，欧洲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离得特别近，你要出去一趟能玩好几个国家呢。哎，不行，欧洲不行，欧洲那说英语的我听不懂啊。哦，对了，我听咱们那个你刘叔说呀，前段时间他们两口子去了什么东南亚，哎，说挺好玩的，而且离得不远，说那儿华人多，都说的国语。那我要打听个事儿，问个路，吃个什么东西，那我这挺方便，你说是不是啊？啊？行，只要你高兴，你想去哪儿都行，只要你别再把心思跟时间都花在我身上，你去享受生活，我举双手，我赞成。这样吧，这几天呢，我就上网查一查，我做攻略，我联系一个好一点的旅行社，给你做一个行程。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行，好，那我先睡觉去了啊。哎，你也早点睡啊，别老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啊。哎呀，知道了。
上。